在谈沙漠之前，我们先回到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治理沙漠？在不少人看来，沙漠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还很神秘壮美，为什么非要想着去阻挡它、改造它呢？前些年，我国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建起了一条长达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这几乎可以算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很多专家都评价说，这是中国所边固沙战略的决定性胜利。可就在我们为此欣喜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质疑：沙漠难道不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吗？如果你们把沙漠管住了，会不会反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这种质疑乍一听有道理，毕竟人类过去不少时候因为改造自然过度，确实带来过生态危机，所以人们开始变得谨慎，害怕过度干预自然会引发新的问题。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点，沙漠当然有用，而且它确实在全球生态循环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只不过，对于中国，甚至放眼整个地球，我们还远远没有到嫌沙漠太少的程度。换句话说，沙漠有它的价值，但沙漠过多，尤其是由人为破坏带来的沙漠化扩张，才是需要被治理的对象。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沙漠本身和沙漠化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健康的沙漠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它们存在的意义就像高山、河流、森林一样，都是地球生态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比如，从全球生态系统的角度看，沙漠就像是地球的一个巨大的自然调节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沙漠昼夜温差极大，白天太阳炙烤，地表吸收了大量热量，而到了夜晚，温度骤降，沙漠又会迅速把这些热量释放到大气层中。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就形成了一种吸热散热的循环。不要小看这种循环，它在推动全球大气流动、气压分布、降水循环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沙漠相当于给地球安装了一个巨大的缓冲器，帮助调节整个地球的热量流动。举个例子，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它的上空常年存在热低压和副高压，这两个系统对西非季风的形成和路径有直接影响，而季风一旦发生变化，就会进一步影响到欧洲和大西洋的风暴路径。如果没有沙漠在其中扮演这样一个热量调节的角色，那么全球的气候格局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也就是说，沙漠不仅仅是单独存在的一片荒凉土地，它实际上与成千上万公里外的气候、风暴、降雨紧密相关。除此之外，沙漠还是跨越大陆的养分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很多人只知道沙漠干旱荒芜，其实他们通过风力把沙尘、矿物质运送到遥远的地方，补给其他生态系统所缺乏的养分。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地球上最茂盛的热带雨林——亚马逊雨林，竟然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撒哈拉沙漠的馈赠。亚马逊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占据了全球热带雨林总面积的一半，但它的土壤其实极其贫瘠。因为亚马逊河虽然是世界上水量最充沛的大河，但水土流失严重，每年都会把数以万吨计的磷元素冲入大海。磷是什么？它是植物生长不可或缺的养分，如果一直流失却没有补充，按理说亚马逊雨林早该寸草不生。然而大自然似乎安排了一种巧妙的平衡机制，每年撒哈拉沙漠会有大量沙尘在信风作用下跨越大西洋，这些沙尘中就富含磷元素。根据 NASA 的监测数据，每年从撒哈拉起飞的沙尘总量高达 1.82 亿吨，其中有2000多万吨最终落在亚马逊，刚好补齐它所缺失的养分。你看，这是不是就像一个跨越大陆的天然供养系统？沙漠与雨林，一个极度干旱，一个极度湿润，却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微妙的联系。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沙漠到底有没有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它既是全球热量循环的缓冲器，又是跨洲养分循环的运输站，还在气候系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功能看似与我们日常生活相隔遥远，但实际上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如果没有沙漠，地球的气候格局、生物链条都可能会出现严重紊乱。问题就在于，并不是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沙漠都属于健康的自然沙漠，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人类过度开发、滥伐森林、过度放牧之后造成的退化土地，也就是沙漠化。治理的目标不是把自然的沙漠消灭，而是阻止这种失控扩张。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设三北防护林，去固沙锁边，因为那是一场关乎生存环境的修复工程。如果说沙漠在全球气候系统中充当了一个热量调节器的角色，那么在生态循环里，它更像是一座跨大陆的运输枢纽。人们常常把沙漠和死寂、荒芜画上等号，但事实上，沙漠的风力、沙尘、矿物质正在悄悄维系着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宏大循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和南美洲亚马逊雨林之间那段惊心动魄的生态联系。我们都知道，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热带雨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它的面积庞大，生物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地球上最多样的生态系统。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亚马逊雨林的土壤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肥沃，反而十分贫瘠。原因很简单，亚马逊河是世界上水量最大的河流，
它的年净流量相当于黄河的88倍。充沛的水流一方面带来无数生命的滋养，但另一方面也不断冲刷着土地，把大量含有营养的泥沙带入大海。科学家们计算过，每年亚马逊雨林就会因此损失掉大约22000吨磷元素，而磷是植物赖以生存的关键营养物质。如果长时间缺乏，它的生态系统根本无法维持。照理来说，按照这样的消耗速度，亚马逊早就应该寸草不生，可为什么它依旧生机勃勃，甚至成为地球上最旺盛的雨林之一？答案竟然来自几千公里外的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面积接近整个中国那么大，那里气候干燥，风力强劲，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沙尘被卷起。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飞扬的沙尘只是当地人的麻烦，结果却恰恰相反，这些沙尘正是亚马逊雨林赖以维系的营养快递。在信风的推动下，撒哈拉的沙尘跨越浩瀚的大西洋，飞行数千公里，最终降落在南美洲。NASA 的卫星数据显示，每年有多达 1.82 亿吨的沙尘从撒哈拉起飞，其中大约2770万吨抵达亚马逊，而这些沙尘所携带的磷元素数量几乎与亚马逊雨林因为水土流失而缺失的量相等。换句话说，大自然用这种方式刚好为亚马逊雨林补齐了它的营养缺口。两块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大陆，一个是干旱的荒漠，一个是湿润的绿海，却通过风力和矿物质完成了一次跨越半个地球的合作，就好像撒哈拉在默默地为亚马逊输血，维持着那片地球之肺的呼吸。这种联系不仅仅局限于雨林和沙漠之间，沙漠沙尘在路途中落入大海时，也为海洋生态带来了重要的营养。沙尘里含有丰富的铁、磷等矿物质，而这些恰好是浮游生物的必需品。浮游生物是海洋食物链的最底端，也是整个海洋生态平衡的基础。一旦沙尘进入海洋，它们就成为浮游植物生长的肥料，而浮游植物又是鱼类、贝类的重要食物。由此，沙漠通过沙尘输送，间接滋养了成千上万公里外的海洋生命。想象一下，一粒看似毫无意义的沙尘，可能会在大西洋上空飘荡几天几夜，最后落入海洋，成为一片藻类的养分，再通过复杂的食物链，最终影响到人类的餐桌。这样庞大的循环，恐怕任何人类设计的系统都无法复制。所以，当我们重新认识沙漠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远不是单纯的荒凉之地，它既是气候系统的热量泵，又是跨大陆的营养库房。撒哈拉与亚马逊的关系就是一个最直观的例子，它告诉我们，自然界的联系往往超出人类想象，不同的生态系统之间可能隔着万里之遥，却依旧通过看不见的纽带彼此依赖。如果没有沙漠的沙尘跨洋补给，亚马逊雨林的繁茂可能就难以维持；而如果没有雨林的巨大蒸腾作用，全球的二氧化碳吸收和气候平衡又会受到影响。由此形成的是一个跨越大洋的闭环，既展示了自然的精妙，也让我们更加理解沙漠的重要性。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们还发现，沙漠和海洋之间的这种关系，可能还与地球上长期的气候演化有关。比如在冰期和间冰期交替的过程中，沙漠化程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进入海洋的沙尘数量。而沙尘的多少又会改变浮游生物的繁殖规模，从而影响到海洋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长此以往，这种反馈机制甚至可能在地质年代的尺度上推动整个地球气候的转变。也就是说，沙漠虽然看上去荒芜寂寥，却在无形中参与塑造了地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我们理解了这些跨越大陆的循环，就会更清楚地知道，沙漠并不是一个多余的存在，它和雨林、海洋一样，都是全球生态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沙漠本身，而在于人为造成的沙漠化正在破坏这种平衡。自然形成的沙漠有它的生态功能，但人类过度活动制造的沙漠化区域却没有这些功能，反而不断蚕食草原、农田和森林，造成环境恶化。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合理地看待沙漠，既不会盲目地去消灭它，也不会错误地放任沙漠化的扩张。沙漠不是敌人，但沙漠化是。当我们谈到沙漠本身的生态价值之后，就必须把话题转到另外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沙漠化。很多人常常把沙漠和沙漠化混为一谈，觉得那不就是大片黄沙吗？其实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像健康和疾病一样，健康的沙漠是大自然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演化的结果，它有着独特而稳定的生态结构，虽然干旱恶劣，但依然孕育着生命力。而沙漠化则是人类活动破坏平衡后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创伤。先说说健康的沙漠，别看它炎热干旱，几乎没有水，但正因为如此，生存在那里的一切都必须进化出极强的生存能力。像我们熟知的仙人掌，它们的肉质精能储水，表皮还有蜡质层，可以减少水分蒸发。胡杨树则以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顽强生命力，成为荒漠中最伟大的守护者。而骆驼凭借能够储存脂肪的驼峰和特殊的体温调节系统，成为沙漠里最可靠的伙伴。这些动植物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特的生态链条，证明沙漠并不是毫无生机的荒地，而是一个独特的生命舞台。不过，全球范围内真正属于健康沙漠的，其实只有大约 10%。这些沙漠大多是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比如撒哈拉沙漠的核心地带，或者中国塔克拉玛干的腹地。
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虽然看似荒凉，但它们依然在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剩下的90%，绝大多数是人类破坏环境之后，草原、林地、农田逐渐退化为沙地的结果。过度放牧、过度开垦、滥伐森林，甚至不合理的灌溉方式，都会导致土壤失去植被保护。一旦遇到强风侵蚀或者暴雨冲刷，就会迅速沙化。随着时间推移，原本肥沃的土地就变成了光秃秃的沙地，生态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这就是沙漠化。沙漠化带来的危害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以中国为例，库布齐沙漠在治理之前，每年向黄河输送的泥沙量高达1.6亿吨，这些泥沙不断堆积在黄河下游，抬高河床，加剧洪涝风险。而同时，周边的土地也因为水土流失而肥力下降，农作物减产。农民辛辛苦苦耕作，却收不回多少粮食，很多地区因此陷入人进沙退、人退沙进的恶性循环。沙漠化不仅威胁到生态，还直接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稳定。更让人警惕的是，沙漠化往往像传染病一样会扩张，原本只是局部的沙化，一旦蔓延开来，就会不断蚕食正常的草地和农田，形成滚雪球效应。土地荒漠化后，土壤失去固定，风一吹就卷起沙尘，进而引发沙尘暴。那些漫天的黄沙可能在几小时之内就能横跨数百公里，影响到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居民的健康。很多人还记得上世纪70、80年代，北京隔3差5就会被沙尘暴笼罩，天空昏黄，呼吸困难。这背后就是北方沙漠化扩张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此，当我们强调沙漠的生态价值时，并不是说要放任沙漠扩张，相反，真正需要被治理的是那些由人为破坏导致的沙漠化区域。它们并没有自然沙漠那样稳定的生态功能，反而是破坏平衡的源头。治沙的核心目标从来都不是和自然的沙漠作对，而是修复被破坏的土地，阻止沙漠化的无序扩张。换句话说，人类治理的对象是失控的沙漠。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尊重自然沙漠的存在，但必须坚决遏制沙漠化的蔓延。健康沙漠是自然的馈赠，它们有调节气候、养分循环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而沙漠化则是生态的伤口，必须通过人工干预来修复。如果不加以治理，沙漠化最终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空间。正因如此，中国才会在几十年前就下定决心，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治沙战役，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去应对沙漠化的挑战。要理解中国为什么要如此坚定地投入治沙行动，就必须从上世纪70年代的背景说起。1977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防治荒漠化会议，当时北京竟然被列为沙漠边缘城市，这听上去让人有些震惊。但在那个年代，这个判断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彼时的中国沙化问题已经十分严峻。毛乌素沙漠距离北京800公里，库布齐沙漠仅700公里，而浑善达克沙地更是近在咫尺，距离北京不过200公里。如果不加以控制，北方的风沙随时可能一步步逼近首都。同时，全国的森林覆盖率当时只有可怜的12%，接近1/3的国土正面临干旱化和沙化的威胁。更糟糕的是，沙尘暴几乎成了那个年代北方居民的常态，3天2头就会有一次。风沙裹挟着泥尘，把天色吹得昏暗，让人无法呼吸。这种生态危机不仅让农民陷入土地贫瘠、收成下降的困境，也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中国正式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个堪称超级工程的生态项目，覆盖范围之大，时间跨度之长，几乎在人类治沙史上找不到第二个。所谓三北，就是指西北、华北和东北。这些地区普遍干旱少雨，生态脆弱，却又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人口集中区。如果不能遏制沙化的脚步，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国家提出要在这些地区构筑起一道绿色长城，以大规模的人工林业建设来防风固沙，改善环境。三北防护林工程的东西跨度达到4480公里，南北最大跨度1460公里，覆盖13个省份，总面积达到40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的42.4%。从1978年开始，一直规划要持续到2050年，整整72年的时间。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3到4代人接力的长跑。这样的宏伟计划，足以看出中国在应对沙漠化问题上的决心与魄力。它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方面是遏制沙化扩张，防止风沙进一步侵蚀耕地和城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大面积植树造林来改善气候、水土条件，逐渐恢复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这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案例之一，就是最近几年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工程。塔克拉玛干是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沙丘一旦被风吹动，几乎就像海浪一样滚滚向前，顷刻间就能吞没公路和村庄。传统的植树造林方式在这里几乎无能为力，因为沙丘流动剧烈，水资源又极度匮乏，树木根本无法存活。于是科研人员和治沙工人就想出了草方格这种独特的办法，在流沙上用芦苇或麦草编织方格，插入沙地形成网格结构，既能阻挡风力，又能聚沙集水，为后续植被创造条件。这一办法被广泛应用后，极大提升了治沙效率，让人类第一次在流动沙漠面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不过，三北防护林工程不仅仅是依靠草方格或者单一树种来完成的，它是一项因地制宜、分区治理的长期战略。
因为三北地区幅员辽阔，气候差异巨大，从干旱到半干旱，从荒漠到半湿润过渡带，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在所有区域都照搬一种办法，不仅效率低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所以治沙必须因地而异。例如在辽宁张古台、吉林通榆这些降水量较高的半干旱地带，当地人就采用樟子松与杨树混交林的模式。樟子松根细深，能够穿透沙层吸收地下水，起到固沙和改善土质的作用。杨树生长快，很快就能形成树冠层，起到防风屏障的效果。通过不同树种搭配，再结合当地的降水和土壤条件，就能逐渐恢复植被覆盖。这些努力背后，其实体现了一种理念的转变。治沙并不是要和自然对抗，而是要帮助自然恢复原有的平衡。过去人们常常觉得治理沙漠是一种单纯的投入，看不到产出，只有花钱和劳力去植树，似乎就是一个无底洞。但三北防护林工程提出的不仅仅是单纯造林，而是要构建一个能够长期运行的生态系统，让环境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几十年来，从北方到西北，从村庄到城市，从田地到沙地，几代人接续努力，把一棵棵小树苗种下，把一块块荒地改造，才逐渐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绿洲奇迹。换句话说，中国的治沙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短期运动，而是一项立足长远、关乎国运的战略。它不仅仅是对土地的修复，更是对生态信心的重建。当年被称为沙漠边缘城市的北京，如今已经逐渐远离了沙尘暴频发的阴影，这背后正是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治沙成果。在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大框架下，中国治沙的实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环境条件和技术进步不断演化。最经典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就是草方格固沙。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草方格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上插上小小的草杆，能起什么作用呢？实际上，这些看似简单的方格，却是对抗流动沙漠的秘密武器。治沙工人会把芦苇、麦草或者当地适宜的草材扎入沙面15到20厘米深，编织成1米见方的格子。这样一来，原本呼啸的风一旦遇到格子，就会被分割、减速，风力在方格里形成回流，地表的沙子就不容易被吹走。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方格内的沙子会自然堆积成周围高中间低的凹陷形态。这种地形不仅能拦截风沙，还能聚集降雨，减少蒸发。更妙的是，当草材逐渐腐烂，它还会分解为养分，提高土壤含水量，为植物生长创造条件。于是，在这些方格里，人们可以播下沙拐枣、花蚌等耐旱植物的种子，它们的根系会进一步固定沙丘，慢慢形成稳定的绿色屏障。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方格，中国靠它实现的年净固沙量达到1980平方公里，这意味着每年都有数百万亩的土地被重新稳住。不过，草方格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办法，在北方半干旱、半湿润的过渡带，治沙者会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比如在辽宁张古台、吉林通榆一带，年降水量可达500毫米以上。这里本来不该是典型沙漠，但因为人类过度开发、过度放牧，原有的草地和林地严重退化，裸露的土壤一旦遭遇风雨，就迅速沙化。面对这种情况，单纯靠草方格并不合适，于是人们选择了樟子松和杨树混交林的模式。樟子松的根系极深，能够穿透沙层，吸收地下水，起到固沙和改良土壤的作用。而杨树生长快，能在短时间内撑起树冠层，形成防风屏障，两者搭配就能既稳固地下，又保护地表，逐渐恢复生态环境。这就是因地制宜的治沙思路。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土壤条件，需要匹配不同的方案，绝不能一刀切。随着科技的发展，治沙手段也在不断升级。遥感技术、生态监测、精准灌溉等现代化工具被引入治沙实践，帮助人们更科学地分析沙漠环境，制定更高效的方案。比如通过遥感监测，可以实时追踪沙丘的移动情况和植被覆盖变化，从而调整治理策略。精准灌溉技术则能在极度缺水的环境里，把有限的水源用到刀刃上，让幼苗在最关键的阶段存活下来。科技的介入，让治沙从经验驱动逐步走向科学驱动。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近年来一些创新型的治沙模式把生态修复和经济发展结合了起来。比如库布齐沙漠的光伏板下种干草模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光伏板本来是用来发电的，但当它们密集排列时，板体会形成条带状的阴影，科研人员便利用这个微环境，在光伏板下种植干草。干草的根系发达，能牢牢锁住沙土，起到固沙作用。同时，它本身又是一种具有高经济价值的药用植物，可以带来稳定收益。更巧妙的是，植被的存在还能降低光伏板在高温下的表面温度，提升发电效率。这样一来，发电、固沙、种植三者形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实现了1+1+1=3的效果。类似的创新案例还有很多，有人尝试在沙漠里养殖海鲜，听上去像天方夜谭，但却确实可行。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里有一些盐碱湖水，其他动植物很难在里面生存，但经过科学处理，这些水体可以模拟出接近海水的环境，用来养殖鱼类和贝类。鱼类的排泄物经过微生物分解，变成氨基酸、钙镁钾等营养元素，再被藻类吸收，藻类则成为贝类的食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
而贝类还能净化水质，进一步改善环境，配合沙漠的长日照和昼夜温差大，养殖出来的珍珠光泽度更高，品质甚至可以媲美传统产区。与此同时，在新疆的天山山区，人们还利用冰雪融水和泉水养殖三文鱼，产量逐年增加。这些探索表明，治沙已经从单纯的生态恢复，转向了生态与经济的双赢。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尝试，其实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治沙不再是单一的生态修复任务，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过去我们总觉得治沙只是投入，产出只能体现在宏观的生态改善上，往往需要几十年才能见到成果。而现在，通过引入新技术、新产业，治沙本身也能创造价值，让人们在绿化的同时增加收入。只有这样，治沙才能真正长久，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治沙事业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过去10年里，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中有1/4来自中国，而其中超过30%的贡献正是源自沙漠治理。这组数字背后，不仅体现了中国在生态治理上的决心和投入，也说明了治沙行动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以三北防护林工程为例，从1978年到今天，已经整整走过了40多年。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 5.05% 提升到 13.57%， 累计造林保存面积达到3014万公顷，相当于4个半台湾岛那么大。这不仅仅是一片片林木的增加，更是一整套生态系统的重建。从空中俯瞰，曾经的黄沙漫天之地，如今已经逐渐被绿色取代。那些绿色带来的，不只是视觉上的希望，还有气候的改善和土地的复苏。更令人欣慰的是，治沙不仅改变了环境，还实实在在推动了经济发展。以新疆为例，在防护林周边，大面积的红枣、核桃种植基地逐渐兴起，种植面积达到600万亩，年产值超过200亿元。宁夏也因地制宜发展起了枸杞和苹果等经济林，不仅让30万农户增加了收入，人均年增收超过5000元，还带动了当地就业，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治沙已经从单纯的花钱买绿化，转变为生态加产业的双赢模式。这种转变意义重大，因为它意味着治沙不再是一个依赖政府投入、难以持续的项目，而是逐渐成为能够自我造血、自我循环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随着治沙的深入推进，中国北方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北京、天津、呼和浩特这些城市几乎每年春天都会遭遇沙尘暴，甚至有时天空会被黄沙染得昏暗，能见度不足几百米。但近年来，这样的极端天气明显减少，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沙尘弥漫到蓝天常驻，这背后正是数十年持续不懈的治沙努力所带来的回报。这种变化不仅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环境保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治沙经验为世界提供了借鉴。在全球范围内，荒漠化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非洲、西亚、中亚都有大片土地受到威胁。中国的实践证明，治沙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要有坚定的意志、科学的方法和长期的坚持，就能在人类与自然的博弈中取得胜利。草房革固沙、因地制宜的植树造林、光伏治沙、沙漠养殖等模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和研究。中国从曾经的沙漠边缘国家逐渐成长为全球治沙的样板，这不仅是生态治理的胜利，更是对全人类的一种贡献。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治沙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沙漠化的压力仍然存在，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带来的土地需求依然很大。如果不加以约束，新的沙化风险随时可能出现。因此，未来的治沙之路依然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则。换句话说，治沙不仅仅是要把黄沙变成绿洲，还要在绿洲上发展出合理的产业，让生态和经济真正并行不悖。只有这样，治沙成果才能巩固，绿色长城才能真正长久屹立。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几十年的治沙历程其实也传递出一个深刻的启示：人类并不是自然的对立面，而是自然的一部分。过去我们总以为治理环境是一种负担，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是矛盾的两极，而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通过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创造财富。这也许正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思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执着于治理沙漠？答案并不复杂，不是因为这件事容易，相反，它往往异常艰难，需要几代人接力，需要无数人默默付出。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是必要的，是关乎我们子孙后代能否安居乐业的大事。沙漠固然有它的生态价值，但当黄沙不断扩张，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时，主动干预就是对自然和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几十年的治沙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方向正确，办法得当，人类完全可以和大自然达成新的平衡。在向黄沙要绿洲的道路上，我们收获的远不只是一片片绿色，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